今天我们来深入聊一下，就是当你看到那种充满数字的研究报告，特别是有些研究说他们整合了很多结果，给你一个好像是最终答案的那种，到底要怎么看才对？对，这个问题蛮重要的。我们手边有一份资料是在讲怎么做系统性文献回顾，里面提了不少做量化研究整合的美角，特别是一个叫统合分析的东西。没错，我们来帮你拆解一下，看看怎么找出里面真正有用的资讯，才不会被数字唬住。重点不只是看研究说了什么结论啦，而是要像侦探一样去搞懂那些数字背后到底代表什么意义。还有那些研究可能没跟你讲清楚的假设，或者它的限制在哪里。了解。那资料里面提到，整合这种量化数据，好像主要有两种方法，一个叫叙事性综合，听起来比较像在讲故事；对，可以这么理解。另一个就是刚刚说的统合分析 （meta-analysis）。这个统合分析听起来是不是比较厉害啊？统合分析它的优势在于，它会试着用统计方法把很多研究的结果量化的都在一起。它会给你一个所谓的总结效果估计值，就是一个平均的效果啦。还会告诉你这个平均值大概多可靠，就是那个信赖区间。整个过程相对来讲比较透明，别人也可以照着做一次看看。但它的前提是你放进来分析的那些研究，品质要够好，而且数据要够完整才行。那个叙事性综合就比较像是把各个研究的发现列出来，但比较难去判断说哪个研究的结果比较重要，或者整体趋势是什么。说到统计，大家第一个反应好像都是看那个 P 值对，只要看到 P 0.05，是不是就代表这个发现超重要，可以拍板定案了？可是我看资料一直提醒，要特别小心这个想法哦。对，这点真的非常非常关键。P 值它可能是统计学里面最容易被大家误会的一个概念了。怎么说？它不是说这个结果为真的几率有多少，也不是说这个结果纯粹是运气好，是随机发生的几率有多少，都不是。那它到底是什么意思啊？ P 值的真正意思是假设，我是说假设哦，那个实际上根本没效或没差异，也就是虚无假设是真的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你做研究会观察到现在这个结果，甚至是更极端结果的可能性到底有多大。哇，这个定义好绕哦。有点绕，对，而且P 值的大小很容易被你的样本数影响。就算那个效果其实小到不行，但只要你找超级多人来做研究，你的 P 值也可能变得很小，看起来就好像统计上很显著。真的假的？真的，所以美国统计学会都特别发声明警告了，绝对不应该只看 P 值有没有小于那个0.05的门槛，就拿来做重要的科学判断或商业决策。因为 P 值完全没告诉你那个效果到底有多大，或者在现实世界中这个效果重不重要。哇，原来是这样，跟我以前想的差好多那如果不只看 P 值，我们到底该怎么判断一个研究结果值不值得我们参考啊？资料好像有建议一个步骤。对，有一个蛮实用的4步骤思考方法，它的顺序很重要哦，是刻意安排的。第一步，先看效果本身到底有多大，点估计效果值 （Point Estimate of the Effect Size），这才是研究结果的核心嘛。比如说新药跟旧药比，治愈率提高了多少个百分点，这个多少才是重点。第二步，看这个数字有多可靠，变异性或不确定性 （Measure of Variability or Uncertainty），通常是看那个信赖区间。如果区间很宽，表示这个估计值可能不太准；区间很窄，就表示比较精确一点。了解。第三步也是最关键的一步，你要用你的专业去判断这个效果在现实世界中有差吗？重要吗？临床或实际显著性 （Clinical Significance），这个比统计上的显著性重要多了。就是说，
就算数字看起来有差，但实际上可能没什么感觉。对，最后一步，第4步才是看那个统计显著性的指标 P 值，把它放在最后面，当做一个辅助参考就好。哦，我好像懂了，就像资料里面举的那个咖啡因对记忆力影响的例子嘛。对对对，研究说，喝咖啡因那组的平均分数是0.44，没喝的是0.34，差异是0.1，然后 P 值小于0.01。哇，听起来统计上很显著啊。嗯哼。但老实说，那个记忆力分数差0.1，你真的会有感觉吗？你会为了这0.1分的差异，特别去喝咖啡来，增强记忆力吗？好像不太会。没错，这就是临床显著性，或说实际显著性的思考点。所以不能只看 P 值说有效。正是如此。虽然那个研究也算了效果量，叫 Cohen's d， 数值是0.75，在统计上通常会被认为是中等到大的效果。但最终你还是要回到现实应用面来评估，你的决策绝对不能只挂在 P 值上面。了解了，这个4步骤很重要。所以理解单一研究要这样看。那回到一开始提到的那个统合分析，就是把很多研究混在一起看的那种，它有没有什么特别要注意的坑？有2个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的地方。第一个叫做异质性。异质性。对，你可以想象成你要拿来平均的这些研究，它们各自的结果是不是差很多？有一个指标叫做 I squared， 它有点像个百分比，告诉你这些研究结果之间的不一致程度，有多少比例是来自于真实效果的差异，而不是单纯运气不好造成的抽样误差。哦，I squared。如果这个 I squared 数值很高，比如说超过75%，那就表示这些研究的结果根本就天差地远。那你硬把大家都在一起算的那个平均值，可能就要打个很大的问号。你需要去深入探讨，为什么这些研究结果会差这么多？是不是研究对象不同，方法不同？有道理。那第二个要注意的点是，第二个，我觉得更麻烦，叫做发表偏误。发表偏误。白话一点说，就是那些做出好消息的研究，比如说发现某个药其实没效，或者效果不如预期，这种研究结果可能根本就没机会被发表出来，可能就被研究者或赞助商藏起来了。啊，真的假的？真的，资料里面那个抗忧郁药的例子就很惊人。有很多大型的临床试验，结果显示那些药其实没什么显著效果，但这些研究根本就没有公开发表诶。所以如果你只看那些已经发表出来的文献，你会觉得哇，这个药效果超好，但实际上那是一个被扭曲的画面，是一个假象。这太可怕了吧？等于我们看到的科学证据，可能一开始就是偏的。很有可能，所以有一个工具叫做漏斗图 （funnel plot），可以稍微帮助我们检查一下有没有这种坏消息被藏起来的迹象。理想上，那个图形看起来要对称才比较好。哇，学到了。好，所以今天我们深入探讨了这么多，最重要的 take away 就是，下次你再看到量化研究报告或者那种统合分析，千万不要只盯着那个 P 值监告了。没错，记得先问自己，这个研究发现的效果具体来说到底有多大？点估计值，然后这个数字的可信度怎么样？信赖区间宽不宽？最重要的是，运用你的常识和专业判断去想，这个差异或效果在真实世界里面到底重不重要？有没有那个感觉、临床或实际显著性？然后再看那种整合很多研究的统合分析时，要特别留意一下那些被整合的研究，他们的结果是不是其实差很多？异质性看挨处。对，还要保持警惕，小心可能有一些没说出口的结果不好的研究被藏起来了，发表偏误，让我们看到的结果过度乐观。完全正确。最后，留给你一个问题去思考一下。你有没有发现，很多媒体报道或是研究摘要，常常只抓着统计项显著 P 早00.5这一点来大做文章？好像是耶。但他们很少，甚至根本不提效果具体有多大，这个估计有多不确定，或者这个发现在实际应用上到底有没有意义。
当你看到这种只强调 P 值的资讯时，你会怎么去评估它的可信度呢？这是不是一种很常见的，让我们很容易被统计数字迷惑，而忽略了背后真正意义的手法呢？值得你好好想一想。